傻丫头，放心吧。上天，能不能开开眼，对你好一点？小青，我要出去走一走。现在外面很危险的，师兄呢？师兄，我已经把他支走了。我要出去看一看。千万别告诉你师兄，走吧。老板，你这儿怎么这么大的烟呀？你这是补锅的还是做饭呢？哥哥，我觉得这儿不像是补锅的。啊，问问就是了。掌柜的啊，我这个锅坏了，你看一看，能不能补？啊，能补。你想什么时候去？今日？今日不了，走不动了。明日。明日？夜里？夜里人不在。明日申时。申时？成，那就明日申时。有劳了。啊，无妨无妨。走。嗯。哥哥，我感觉这个老板怪怪的。怎么怪了？我感觉他好像有点怕你。你想多了吧？再陪我去趟医馆。要不是太医既不能回，用得着另寻医馆吗？开在这种地方，信不信得过吗？信得过，他救过你师兄的命。真的？一只狐。真有这号人啊？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？被追杀这么多年，有一年冬天遇到过他，被他救过。他说没有见过我这么执念深的人，想看我的结局。一只狐，你是个女的？我以为是个丑老头呢。传言呢，北帝有一相貌丑陋，却有起死回生之说。50岁呢娶的娇妻，其实一只狐就是一女子。相貌丑陋的人是他的帮工。来找我治病看伤的都久混生死场，没1-2点小把戏，我也很难保全自己。上回给你师兄看伤，就害我引起了虎贲的注意。你不回避一下吗？为何？我要给他看伤啊。其实无需回避小青，我的事没有必要瞒他。是吗？我看你还是有所隐瞒。他在何处？天魔王入场了，你的刀磨好了吗？兵临城下了，杀他一个还不够，所以我有一计，
要杀死每一个入侵的铁墨人。你人够吗？当然，军营驻地，闲人不得入内。我要见将军们。这武阳令牌是谢怀安大人的，你是谢怀安大人派来的？我不是，我是代表铁墨王来这里的。把话说清楚。诸位将军跟随陛下多年，这手臂上的疤痕，做不了假。我想诸位将军应该都认得吧。陛下在哪儿？说，陛下在哪儿？铁墨王，让我给诸位将军带一句话：长安城会被攻陷，乌阳军不可攻城。如果不听，陛下会死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铁墨人至少还在500里外。城中有铁墨暗卫，铁墨人效仿了虎贲的战法。乌阳军不可攻城，若是不听，陛下会死。铁墨人什么时候动手？只怕来不及了。
定要杀人吗？送往长安的军报，你自己看。与这上面的内容相比，死几个义士，不足挂齿。2月11，铁墨骑兵20余万，战场冲杀，越境而过，势不可挡。白文虎军团一日击退70里。2月14，铁木兵破石福关，北关亭无险可守。2月15，北关亭失守，铁木前锋距长安1300里。为了这一仗，我们等了几十年。铁墨2代人的积累，长骑马边的男子皆为战士。古玉死，军心乱，白文虎没了主帅，没有人能拦得住我的战马南下。过了北关亭，就是节度使们的地盘。这些人巴望着帝国崩塌，好自立为王。所以，没有人会派兵驰援长安。你的家国生灵涂炭，在所难免。你又给我看这些军报，又跟我说你的宏图伟业，有何用意？因为20万铁墨勇士未必能踏遍每一寸河山。我需要你做我的傀儡皇帝。你会被万民唾骂，但是你也能够留住一些国土。2国协议签订时，我给你留半座长安城。地超辽阔，给我留半座长安，你管这叫协议？这不是让我去万国吗？好啊。你不卖，我便抢。来，你选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跟你的哥哥萧武阳不一样。换作是他，他一定会和我玉石俱焚，鱼死网破。所以我只能选你。你就不怕我玉石俱焚？那就学严凤山，我也立一个伪帝。于我而言没有什么坏处，于你而言，白白生在帝王家，没有尽到半点江山之责。帝王命总是孤独的，会有人明白你的身不由己，但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太少了。
如果，我说如果我答应你，我哥会怎么样？小五阳不好杀，但是我谋了一计，你是我最后的杀招。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亲兄弟，在他伤重的时候，你照顾过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唯独对你不存戒心。我答应你，做一个假天子，做你的傀儡。哎，您看，我还给您加了一些，怎么样？够数吧？哎，够数。行，那一共7文钱。好嘞，我给您装上了。行。好嘞，给您，你点点，谢谢。哎呀，可算出现了！怎么，以为我死了？不，没有。掌柜的，我有点事儿要出。哎，怎么样？这地方不错吧？在长安可看不到这样的景致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不过这世外桃源呢，也有一个缺点，没有阳光，没有阳光就没有庄稼，所以在这儿啊，米比盐还贵。哦，对了，这世外桃源还有另一个缺点，你见不着阳光就不知道时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在这儿是做不到的。你做工的盐铺不是有盐子漏斗在计时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还有临街那几个店铺都有计时的漏斗。这你也知道？你是不是来过这儿？漏斗计时是曾在太学府吴仲恒先生布置的课业。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，你当时故意装病，没有把课业交上去。那你……哼，还在装呢。你店里那个漏斗，就是我的课业成果。我父亲当初设计这个藏水船，就是因为这里没有天光，才把东西搬进来的。鸡生我，何生君？哟，山珍哥哥，快看，谁来了？还能是谁啊？这不就是谢水追安吗？怎么这么冷漠呀？那许久不见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因为他先来看了我，对不对？劳你费心了，我们俩刚借完，还聊完了策略。想听具体策略吗？跟我来吧，慢慢讲给你听啊。黑犬弟弟，你们什么时候说策？你才黑犬呢！小黑，滚！如今长安城滴水不漏，
严凤山和虎贲掌控着全局，但文官朝廷还在运转。如此，长安百姓也不至于怨声载道。城外萧阳的驻军已经被4任节度使的兵力围困，但他们也不断粮，否则武阳军怕是会背水一战。这个严凤山真是个人才，钳制军队却没酿成战火，控制城内却又没掀起民愤。哼，依我看啊，他这么有能耐，干脆自己当皇帝算了。他把持朝政多年，长安百姓习以为常。如今他扶持假皇帝，粉饰太平。若是他贸然称帝的话，这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好处。这杆秤，他还是懂掂量。北方不是有一支大军吗？白文虎大部。北方白文虎，非秦王不南下，这是当初我父皇和胡家的约定。所以当初我哥进攻长安城，顾玉只带了1000亲兵跟随。这都什么时候？谢桓，如果你需要秦王令，我可以。以如今的局势，就算你给我写一封秦王诏书，我也没有办法送去北方。若是这样的话，暴露了你的身份，反而会全盘皆输。严凤山和铁墨人勾结，铁墨人在北方的禁地驻扎了大批的军队，来对付白文虎。白文虎若一旦南下的话，整个帝国的腹地就会为铁墨打开。这个严凤山和铁墨人勾结如此之深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样搞他？铁墨人和严凤山并非铁板一块。如今铁墨的密使已经南下，他是要去长安和严凤山谈判，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我猜，严凤山会先割让一片位于最北方的封地，以此来贿赂铁墨人，换取铁墨人攻打白文虎。白文虎一旦战败，就再也没有军队来对付严凤山了。顾玉，顾玉还活着吗？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一定要尽快把他送去北部，因为只有这样，铁墨人才打不赢白文虎。顾玉的生死，我没有把握。你哥哥呢？龙叔说他能醒过来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你怎么知道我醒了？看出来了，
只是猜不出你为何会装昏睡。不是装，每日只有片刻的清醒而已。像是在梦里，对吗？梦里是一直以来不愿意走的路，濒死的经历我也有过。一条长长的公道，顾玉和白文虎把我推到门外，一路的远去。我活下来的路，是我一生中最不愿意走的。吴妹和我说过，那时候你离生死只有一线，不怪你。原来萧武阳也是会死的。白涛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，你会像你的父辈一样辅佐皇族吗？我知道，你志不在此，但是你要在乎天下。上天给了你如此的智慧，你要用它回馈万民。可我父亲曾经就是这么做的。你也不能死，老爹给了你这么好的身手，你也应该回馈于万民。不会的，严凤山死之前，萧武阳不会死。我每日片刻苏醒的事情，不要讲于旁人，包括你门外的书童。你怎么在里面待了这么久才出来啊？是不是我喝醒了？我只是想到，你是不是想到怎么搞了？铁墨密使进长安之后，我会让他在湖北眼皮底下消失一夜。这一夜，你去和他谈。我？阎佛山和铁墨人能谈，为什么你不可以？别忘了，你是皇帝。这详细的计划，等你们进了长安，再与你们布置。怎么？怕了？家国有难，连普通百姓都有责任，更何况我呢？我不怕。有进步啊！哎，话说我们这才刚见面，有必要这么着急动身吗？歇一晚都不行。
故意生死未卜，我得去求个明白。城中还有其他的布置，也耽误不得。拿着花吧，买药买盐，还得用钱呢，别再偷掌柜的盐了。那个盐店掌柜是个好人，他那杆秤16两半一斤，说是救济落难人。如今我也是个落难人，不过以后日子好起来，我一定会还的。好了，走了。哎，等等。看时辰，外面已经天黑了，回长安，天黑路远，提一盏灯吧。保重。谢了。你们都好好活着。哎，你不回去啊？不回啊，喝酒去。啊？走。我，你这个人啊，以后偷盐的活适合你来干。哥，你醒醒好吗？你快点醒好不好呀？你要是醒了，我就不用去谢官安排的那个断头局了。我求你了，我真的怕呀！大师兄。大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秦启他们被派去筹备掌门的寿典了，下午暂且休课，我特来通知师弟。严旦姑娘不喜欢吃鱼吗？啊，昨夜我见你喜食螃蟹，不若午后我们去后山西涧捉螃蟹吧。我们凌霄派虽然吃食清简，但山中风光甚好，正好可以游玩游玩。好啊，好啊！不行，因为他性子急躁，下午我已经给他安排了其他的课业，磨练心性。义兄，你这是限制我人身自由了。反正我也无事，不若下午的课业，我陪你一同历练。好呀，好啊！大师兄。他需要的是静心自持，有外人在，不利于修身养性，对吧？不好，书还在外面。这下坏了。再着急也要小心一些，你重要还是书中。多谢义兄接着我，不然又要闯祸了。大师兄，义兄的古籍刚才淋了雨，估计损坏了不少。这些时日我要帮他一一修复，那就暂时先不跟你去游山了。严旦说的是，为了兄长的书，姑娘能如此奋不顾身，当真是有情有义。来日方长，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。作为师兄，有些话我不得不提醒你，你以后是要做掌门的人，
切勿因私情断了前程。大师兄放心，我已言旦是义兄妹，教导他是我的职责。这样的话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的簪子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从哪儿偷的？谁偷你东西了？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纪念。你师父？原来我师父当年没抓住的那只小妖，就是你啊！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如此狡猾，果然是妖性难移呀！哼，这小妖，妖力不济，脑子倒挺灵光。原来那个让我给鱼陪葬的老头是你师父啊！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都是胡搅蛮缠、不辨善恶的人。你完蛋了！你完蛋了！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你小人的真实面目！还骂不骂我师父了？还要让凌霄派人尽皆知吗？还敢不尊师重道吗？是不是很想让我解开你的禁眼咒啊？你想得美！这就是你污蔑我、诋毁我的惩罚。过来，把头伸过来。这个簪子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你带着吧。放到那边去，小心点。睡眠咒，七运指尖，力贯全身。举天地之象，欢欢然也。私藏我东西，还敢让我闭嘴？哼，这下栽到我手上了吧？
师兄，严丹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延了半天墨，乏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师妹，所来何事啊？今日是1年1度的中元节，按照门规，我们应该上山守夜镇妖。我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和宵夜了，这不来叫你们一起呢。严大，你别害怕，这名义上是守夜，实际上就是我们门派1年1度的茶话会，大家都很盼着这一天呢，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憋死我了，终于能说话了，什么情况？我愿意去，我愿意去。叫什么？怎么了？唐昭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严大，你怎么还吃得下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不是茶话会吗？不能吃啊！不是，刚刚说了这么多鬼故事，你不害怕呀？说实话，你们刚才讲那些鬼故事，真的比我在画本里看到的逊色多了。哦，你那么有本事，来说一个听听，我也想尝尝害怕的滋味。行啊，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的求我，那我就好心好意的给你们讲个鬼故事吧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在听我讲鬼故事的时候，大家必须都得闭上眼睛。若是谁吓得睁开了眼睛，那就算输了。输的人呢，要围着这个篝火正着跑10圈，然后再反着跑10圈，最后坐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听明白了吗？行，那大家把眼睛闭上吧。闭上。我开始了啊。说着从前呐，有一只修炼了1000年的蛇妖，爱上了一个道士。这个道士表面跟他情投意合，其实是想把他的妖缘拿出来炼丹。最后，那个蛇妖被爱冲昏了头脑，对道士毫无防备。就在2人拜天地的时候，道士趁其不备，偷取了他的妖缘，并且将他推下了悬崖。你怎么抢别人的话说？这个故事呢，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了，所以提前宣告一下你的失败。哼，行啊，既然义兄涉猎这么广泛，不如你也讲一个，让义妹我尝尝害怕的滋味啊。没问题啊。你做什么？严大，你别害怕，那个是降妖堂发出来的声音。师兄们每次云游回来，都会把捉到的小妖送入降妖堂关押。这堂内啊是机关重重，堂外呢又布下了锁妖阵，所以会时不时发出铃声。哦，怎么害怕了？谁怕了？那就乖乖的把眼睛闭上。闭就闭。听好了啊。从前呢，有一对夫妇，丈夫和一个砍柴的樵夫一起上山砍柴，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。于是妻子匆忙地去山上找他，找了很久，却只发现砍柴的那把斧子上面血迹斑斑。妻子呢，以为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就哭着回家了。结果过了10日，
丈夫突然又回来了，妻子欣喜万分。妻子就问他，说你啊，这段时间去了哪里？丈夫说，他在山上迷了路，找了好久，才找到回家的路。妻子第二日去了集市，遇到了和丈夫一起砍柴的樵夫，便问其此事。樵夫突然大惊：“哎，你的丈夫10日之前便已经死了。”于是呢，那女子不安地回到家，就看到自己的丈夫正低着头在找什么东西，突然有一双手臂抱住了她。就这，唐天师，你这辈子都吓唬不了我了，好吧？还有，夫人，我的头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你能帮我找找吗？啊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严淡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有病啊你！你不是说我这辈子都吓不着你吗？哎，你拿的是我的酒。睁眼了，跑吧。小人。当初发现的3个捉妖法阵，其中2名捉妖师的所在地，你都去过了，如今只剩最后一个。凌霄派，严淡一定在那儿。山主，山主，丹鼠呢？他怎么没和你们一起回来？那日我和丹鼠分头行动，后来他迟迟未与大家会合，我们便寻到他最后出现的地方，发现那里只有捉妖法阵的痕迹。只怕丹鼠也落到了捉妖师的手里，还请山主一定救救他。你在这个世上活1日，龙族便不会放过你。如今你在明，他们在暗，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。这样吧，我陪你去。凌霄派不比平常的小门小派，我一人前往便可以。你赶快带大家回去吧。现如今，夜兰山需要你。严淡是我弄丢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会毫发无损地把他带回来。龙丹竟然不在你体内，真是天助我也！不想死，就快滚！我说过，只要你的鳞片在我手上，但凡你施法，我定能顺着灵力掌脉将你诛杀。上次是我轻敌，今天我必亲眼看着你死透！
他已被碎魂钩所伤，灵力大损，必然跑不远。给我好好搜，每一寸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是。我们走，去那边看看。是。雨墨哥哥，周兰，你3番5次让那酒器逃走，此次又在凡间的第1大捉妖门派的凌霄派大打出手。幸好事后抹去了痕迹，若被凡人发现，那还了得！你要记住，若想成为四海之首，靠的不仅是胆识，还有谋略。是孩儿办事不力，还望父王息怒。不过，我此次虽未能剿灭雨墨，可我却发现他的龙丹已逝，现在他已身受重伤。且没有龙丹护体，孩儿可以向父王保证，一定会在半个月之内将其诛杀。好，加派人手，继续追寻酒器的下落。与南海联姻之日将近，此事关系到你的将来，也关乎到我整个东海龙族的命运，所以务必尽快将其斩尽杀绝。但切记，不可让他人发现。是，父王。今日掌门命我下山讲学，这道禁制我就先给你解了。多谢啊。晚上我想喝核桃粥，哎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把这核桃都给我包了吧。好的。你呢，也别想耍什么滑头，这门口有道禁足符，你出不去的。不是，咱俩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的？要如此虐待我？别忘了，你私藏我簪子的事情，我还没有跟你计较呢。小人！大师兄，山上的日子对姑娘来说太过清苦了。我做了碗甜汤，尝尝。多谢大师兄。啊，还是大师兄好啊。那个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义兄，成天就知道欺负我，把我关在这屋里当苦力，给他包核桃。哇！不愧是大师兄，厉害厉害！师弟这般待你，姑娘为何还如此任劳任怨？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嘛，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啊。跟你说句实话吧，
其实我是迫不得已才给他打杂的。严丹，其实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对你一见倾心。经过几日相处，我越发明白自己的心意。以前你在这世上无依无靠，今后若是你嫁给我，我定会保护你、照顾你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哼，这么突然，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？也是了，我是知道自己其实是比较有魅力的，可是此事，怕我义兄不会答应。唐州愿不愿意不重要，只要你同意就行。大师兄所言，我甚是感动。但是婚姻大事，我还是得跟我义兄说一下。虽然我父母早逝，可是我母亲曾经跟我说，女子在成亲之前，必须要合下对方的八字，看看是否合适。如果你要是不着急的话，能不能等我几天，我再给你答复？终身大事，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。那我去写八字。大师兄，这个我昨儿在后山守了一夜，这今早吧，每风一吹，索腰阵的铃声就会响个不停。我这脑袋疼的呀，想补个回笼觉都不行。你看，要是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先把这个法阵给我撤下来，让我补个回笼觉呢？这……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为难就算了，算了。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，你好生休息。多谢大师兄了。还想跟我成亲，核桃都不给我包，就不是那个。哼。妍妍姐姐，丹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？自从你失踪后，山主日夜茶饭不思，已经快急疯了。我们被派去各处打探你的下落，谁知我妖力不济，意外被他们所抓，关进了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。实在太过分了！你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别人的事情，他们却如此虐待你。我虽然是只虎妖，但从未做过任何坏事，可仅仅因为妖的身份，就被打断獠牙关了起来。妍丹姐姐，这里危险重重，既然你安然无恙，赶快跑吧，去找山主。他看到你没事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到时候让山主来救我们。丹叔，你别怕，我现在救你出来。若不是我感应到了符咒被破，及时回来，你只怕就要被万箭穿心而死。以前我一直觉得，若是落在你的手中，那是天下第一惨。可是今日进了降阳堂以后，才发现，你跟凌霄派其他人比起来，已经是活菩萨了。天师捉妖，天经地义，那些妖本就是咎由自取。我朋友丹叔，就是那只小狼妖，他是为了找我才被抓的，他有什么错吗？我们虽然是妖，可是我们也有血，有肉，我们也会感受到痛啊。我们妖跟你们人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你失去师父会痛不欲生，难道我们失去朋友跟家人就不会感受到痛了吗？杀害你师父全家那只妖纵然有错，可是你不能把责任怪在所有妖身上。唐周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捉妖？你是为了心中的道义，还是只为了心中的私仇呢？严淡姑娘，你在屋里吗？
师弟，你回来了。大师兄，我向严旦求亲的事儿，他同你说了？他是和我说了，但是呢，你们不能成亲。为何？你说了不算，严旦说了才算。严旦，我已将八字写好了，你写了吗？唐周，严旦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如此拦我，是何意？唐周，你以后是要做掌门的，就算你也对他动了心，但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。今日降阳堂法阵莫名被撤后，险些引出祸患。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此事关乎师门安危，还请大师兄费心查出真相。要是被掌门察觉的话，恐怕你我二人都难辞其咎。还请大师兄不要被女色冲昏了头。我毕竟是你大师兄，你竟对我如此无礼。大师兄是来找我的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？难道我要继续纵容你欺骗他吗？方才你还义正言辞，但你为了自己的目的，诓骗大师兄破出降妖堂外的法阵，这难道不是利用？你明知人妖殊途，却不拒绝他对你的感情，这难道不是欺骗？首先，是你非要带我这只妖回来的；其次，我从来没有刻意要勾引过谁。是你们凡人一厢情愿，最后反而大要怪在我们妖身上。若是你如此是非不分，那还真是人妖殊途，是我看错你了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，从现在开始，限你在我10步之内不能离开我的视线，除此之外哪儿也不能去。这里竟有捉妖的痕迹，为何他未将法器呈给掌门？弟子祝掌门日月昌明，松鹤长春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今日借寿典之机，众弟子齐聚一堂，为师甚为欣慰。但吾年事已高，凌霄派需有人担起重任。唐周，吴师兄唐江之闭门爱徒，心志坚定，道法精深，卓然不群，乃所有弟子之表率，亦是吾心中掌门继承人之首选。待我100年之后，凌霄派就交由你来掌管，我也便安心了。师兄的修为居于师门之首，平日里也对众多师弟师妹照顾有加，实乃当之无愧。3日之后，继承受封大典在此举行，想必各位都没有异议。身为捉妖天师，首要的职责便是不枉使命，杀尽天下一切妖怪。可唐师弟似乎对妖心存怜悯，此乃凌霄派大忌。出师捉妖以来，我自认问心无愧。不知大师兄何出此言？唐周一向谨守职责，从未徇私，不知此话可有证据？
弟子无意发现，唐州的玉葫芦不久前曾拘过妖，可他却未如实上报，此乃欺骗师门，无视门规。唐州，为何隐瞒不报？掌门，我相信唐州师兄的为人，这当中一定有误会。我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跟他吵架？现在出了事儿，他肯定要把我给卖了呀！唐州，我凌霄派绝不允许有私放小妖、罔顾正义之举。你这样做太令吾失望了。你捉了那么多妖，为何偏偏放过这一只？看来这只妖对你来说十分重要。难道说，你与他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唐州，立刻说出放走小妖的去向，否则按盟规严惩。掌门，弟子在游历中发现，人非全善，妖非尽恶，万事无绝对。只要细心教化，使妖从善，我们不必赶尽杀绝。你竟替妖说话！唐州忤逆师门，不忠不孝，恐怕难以承担一派之长的责任，望掌门三思。唐州，吾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马上说出妖孽去向。掌门，那小妖本性善良，曾救我于危难之境，我也悉心教化。唐州敢以性命保证，此妖以后绝无害人之心。他竟会为我这只妖说话？妖不会害人。难道你忘了你的师父是怎么死的吗？对妖心慈手软，就是弃天下苍生的安危于不顾。你的所作所为，让他的在天之灵何以瞑目？弟子违背盟规，甘愿领罚，绝无怨言。吾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却如此任性，难道连掌门之位也不要了吗？我早已下定决心，将毕生献给凌霄派。当不当掌门对我而言，并无二致。依照门规，本座罚你戒鞭10道，然后送到思过间受戒反省。如果你依然固执己见，毫不悔改，不但再无可能继承掌门，我凌霄派也绝不容你。手下留情，掌门，请您手下留情。义兄在捉妖途中受过重伤，再这样打下去，他会没命的。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再也不敢这样了，不会任意而为了。这是我们师门之事，岂容你知会？愣着做什么？走！走啊！走！走！
这家店面还真是不错啊。是啊，下次再去一趟。对啊，多买点。哎，严丹姑娘，严丹姑娘，你昨日去哪儿了？唐师兄发现你不见了，急得到处找你呢。我昨天去山上逛了逛。杏仁酥你吃了吗？味道怎么样？什么杏仁酥啊？昨日我跟唐师兄下山，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杏仁酥，师兄说你一定爱吃，特意给你带回来。今日掌门寿典，我们特意去山下又买了几两，让大家一起尝尝。好啊。唐师兄是不是在山上给师傅贺寿？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我出来透透气，上面太闷了。你们先回去吧。好，走吧。明明已经脱身了，还眼巴巴地往牢笼里跳。我果然是一只讲义气的好妖。是何妖物，竟藏在我的佩剑之中？当日你被人追杀，多亏我出手相救，才让你从法阵中脱身。等到小仙来救你，哎，你不说感谢我就罢了，竟还骂我是个妖物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你为何从不敢现身呢？要不是见你堂堂帝君被凡人罚跪在此，我忍无可忍了。不然，谁稀罕来见你？不管我以前是不是神仙，但我此刻是凌霄派的弟子，一朝入师门，终生需寻道。要是犯了错，就该受门规之罚。啊，迂腐你！你真是可惜你这身血脉了，竟自甘与凡夫俗子为伍啊！忠心仁义，妖物不会懂。我乃堂堂剑灵，我可不是什么妖物啊！在天界时，我便于剑中被你收服，随你下凡之后呢，便被你师父一同捡了回来，这我才成了你的佩剑了。既然我们在天上就已相识，那你可知我曾经和一个女子有过什么样的纠葛？这么多年，我总在梦中见到她，但是却始终无法看清楚她的面容。她说我欠她一个。行，你别说了，我可不想听你说那些儿女情长。多少的人，通天的神力，磅礴的野心，就因为这个爱情呢，毁于一旦了，没劲。我走了。哎，你身为我的佩剑剑灵，并非人身。日后便不要随便出来，这样会惊扰旁人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你们凡间的事情？我才不感兴趣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好好照顾你那身仙衣吧啊！我可不想再易主了。